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1月3日至5日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中国也是他在东盟之外正式访问的首个国家。期间还发表了中菲联合声明，28项条款中有6条涉及海洋合作，其中重启南海油气开发磋商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外交部发言人在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高度评价马克思总统此访。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5号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那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毛宁在回应当中是多次提到各方对于此次访问的重视程度。这种重视不仅停留在两国之间，外界同样是高度关注中菲关系。那我注意到毛宁是在回应当中使用长时间深入沟通来形容4号举行的中菲元首会谈，并用内容丰富来形容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可以说，马克思此次访华是今年中菲关系的开门红。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此次访华受到地区和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这体现了大家对中菲关系的关心重视。这次访问是马克思就任后对中国的首访，中国也是他在东盟之外正式访问的首个国家。同时，这也是2023年伊始中方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双方对访问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推动双边关系提档加速，再创新高。可以说，此访是两国友好关系的又一个里程碑，为未来一个时期双边关系的发展框定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外界关注中菲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续签的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双方还签署了10余项合作文件，并发表了涵盖28项内容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提到，马克思总统表示，他的父亲已故总统马克思为中菲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承诺将在其先父奠定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推动中菲关系提升至更高水平。马克思总统表示，他的家族同中国有着深厚情缘，他也曾亲身参与中菲建交历史，将肩负起继续推动两国传统友谊的重要责任，视中国为菲律宾最强劲的合作伙伴，认为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菲中友谊的延续和发展。实际上，中国还是希望这个周边国家能够分享中国发展的这种红利啊，包括这个中国发展的一些机遇。从这次中菲这个会晤来看呢，首先我觉得呢，实际上是发出了一个继续加强双边合作的一个积极信号。务实的合作的成果汇集双方的人民来营造南海的这种和平稳定的这么一个很好的氛围，那么实际上是对地区的这种经济的增长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我们非常期待中菲在这个方面能做好更多的一个示范和行动。深圳卫视关注到，在中菲发表的联合声明28项内容中，有6项涉及南海。两国元首重申继续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海上问题，宣布重启油气共同开发谈判。两国外交部还建立了涉海热线机制。声明说，两国元首就南海局势深入坦诚交换意见，强调南海争议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同意妥善管控分歧。双方同意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联合国宪章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础上，以和平方式处理争议。两国承诺继续全面有效完整落实宣言，推动按照相互商定的时间进度，早日达成有效、富有实质内容、符合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国际法的南海行为准则。双方还决定建立中国外交部边海司与菲律宾外交部海洋司直接沟通机制。菲律宾媒体高度关注马克思访华期间在南海问题方面的成果。菲律宾 GMA 新闻网在4号的报道中说，马克思在与中方领导人会面时表示，南海问题只是菲中关系的一部分，是我们应该作为朋友讨论，并尝试以最和平的方式解决的事。随同马克思访华的菲律宾众议长罗穆尔德兹当天在接受菲媒采访，被问及如何解决海洋争端问题时说，双方将以友好的方式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将努力强调双方有共同利益的地方，我们将利用这种善意和所有政治外交资本。美联社认为，马克思此次访华寻求更紧密的经济关系，回避了南海争端。
菲律宾领导人马克思总统发出了清晰的信号：分歧不能成为菲中关系的全部。我们决定将以友好方式解决与中方的海洋争端。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访问学者亚鲁盖尔认为，中非在南海议题上的分歧料将缓和，有助推动南海总体局势短期内趋稳。正是因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所以在联合声明中用很多的段落来进行详述，这就表明了中非两国就此问题达成了诸多的这种共识。那么这种共识呢，是有助于来化解在南海问题的一些误解和误判，为中非两国在南海问题上增进互信，来为未来进一步的来深化合作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一次马克思总统访华的一个非常积极的成果。外界尤其关注中非南海油气合作领域的进展。中非联合声明第12条列明，双方同意牢记2018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精神，在已有成果基础上，尽早重启海上油气开发磋商，造福两国及两国人民。外界注意到，在油气一事上，菲方顾虑很多。2018年11月，习近平应菲律宾时任总统杜特尔特邀请访菲，期间双方签署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但在其后4年间，这一合作受到非国内政治议程以及域外势力的严重干扰，未能达成实质性合作协议。杜特尔特在卸任前宣布停止南海油气合作的磋商，称将交由下任总统决定。马克思去年上任后不久，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方表态，称有意重启谈判。但到了去年年底，菲方又转变态度，称将寻求非政府间的合作方式来推进石油勘探。有分析认为，菲律宾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反复不定，首先是菲方的法律对海域资源的开发合作存在制约。在宪法中，菲方坚称相关海域为其专属经济区，禁止共同开发。就算达成合作协议，菲方也必须持有60%以上的股份。因此，菲律宾政府推动这一议题的意愿不强。但菲律宾能源自给率很低。去年以来，俄乌冲突引发全球能源价格飙涨，且菲律宾国内最大的气田马拉帕亚气田预计将在2024年耗尽。因此，寻找新的能源项目成为马克思政府的当务之急。但菲方是否有政治勇气和担当来突破国内政治的障碍，还有待后续观察。在这个问题上，就体现了中非两国向外界发出了非常清晰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中非两国有决心、有意志、有意愿并且也有能力来推动海上的这种油气的这种勘探与合作。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菲律宾是美国在东南亚的重要盟友。马克思总统同时加强与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做法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在北京访问期间，他对菲律宾媒体表示，希望中非油气磋商能取得成果，因为不仅是中国和菲律宾，世界其他国家也都同样面对着压力，需要摆脱国际上固有的大国阵线。马克思也强化与美国的互动。有分析认为，相比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亲中疏美的政策，马克思正在寻求在中美之间取得平衡。与此同时，美方也加大了针对南海的宣传攻势。去年12月4号，美国务院炒作中非渔业问题，并称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支持菲律宾。去年底，又有美国匿名官员主动给媒体喂料，炒冷饭，炒作南海岛礁问题，意图离间中非关系。一些菲律宾媒体对美方的不断挑拨离间感到担忧，认为美国政府推动印太战略，力图重返菲律宾，会逼迫菲牺牲与中国关系来换取美国保护，从而再次让菲律宾沦为地缘竞争的牺牲品。实际上，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3世在任期间，中非关系就面临了巨大的困难，也给菲律宾经济造成严重伤害。虽然拜登本人并未访问过菲律宾，但美国多位高官去年曾到菲律宾访问。去年11月，参加曼谷 APEC 会议的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并未会见任何外国领导人，而是在会议结束后直奔菲律宾，特意选择在毗邻南沙群岛的菲律宾巴拉望岛访问，还和当地的渔民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代表会面，并在演说中重申所谓航行自由。
当时有媒体就指出，哈里斯是抵达南海争端前沿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企图搅浑南海的意图十分明显。不仅如此，哈里斯还在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的会谈中声称，一旦菲律宾的主权和领土受到攻击，美国将履行美菲安全条约的承诺，出动美军协防菲律宾。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恢复了此前被杜特尔特冻结的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由此菲律宾成为与美国军事联系紧密的东盟国家。美方也积极回应，允诺未来3到5年间由美国国防部提供大约6650万美元的费用，用来升级在菲律宾境内的军事设施，以便于日后美军将在多个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流动部署。从位置来看，美军所计划轮驻的飞基地中有4处位于贴近巴士海峡的吕宋岛，都将成为干涉亚太问题的前沿跳板。可以预测，未来一旦亚太地区爆发冲突，美军可以通过使用菲律宾军事基地进行快速军力调动，即便只是简单的提供燃料和弹药补给，也能使美军在亚太地区的战斗力成倍增长。美方还推动日本强化与菲律宾的军事联系。去年12月6号，日本航空自卫队就派遣2架 F-15战机抵达了菲律宾北部马巴拉卡特的克拉克空军基地，这是2战后日本首次向东盟成员国派遣战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立平对深圳卫视表示，实际上，在杜特尔特执政末期，美菲合作就已出现回暖态势。美方推进印太战略，以大国竞争为目标，深化对菲防务合作，值得中方警惕。我个人认为，美菲在军事合作方面的空间是有限的。马克思总统应该非常的清楚，如果说跟美国合作，被美国当成马前卒当成枪使，肯定是不符合菲律宾自身的国家利益的。所以在这一点上，需要马克思总统采取更加娴熟的这种外交平衡的手段来处理中美关系。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周4结束对华3天访问，中菲发布联合声明。那么您对马克思此访有何特别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记者相关提问时他有个很形象的提法，马克思此访是今年中菲关系的开门红。实际上在我看来呢，这开门红至少有3重的意味，还不仅仅只局限于中菲关系的提质升级、双边合作的全面拓展。那么这无疑也是中国全方位大国外交的开门红。马克思呢是中国新年接待的首位外国元首，时指中国正在主动优化调整防疫举措。上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和俄总统普京视频通话时就明确表态，中方愿意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国有序恢复人员的正常往来。那么这一次中国接待菲律宾总统新年首访大获成功，意味着全方位大国外交新年开了一个好头。联合声明呢也确认菲总统已经向中国元首发出访问菲律宾的邀请。那么这确实预示着新一年大国外交扎实推进的成果可期，中国疫后复常，继续对外扩大开放，与外部世界有序恢复人员正常往来的大国的步伐可期。那么这当然也是菲律宾外交关系的开门红。马克思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元首深入沟通时就说，这是他就任总统以来对东盟以外国家的首次访问。马克思就任菲律宾总统后秉持的外交政策，用他本人的一个个性化的极简表达，就是 friend to all and enemy to none， 广交友不树敌。但是就马克思此访中国，此前境外媒体在做前瞻时，有不少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或者至少带有某些个疑虑。比如香港英文南华早报就曾在马克思行前用了这样的一个标题，广交友时值南海争议发酵，马克思北京行面对着外交考验。那么现在我们结合洋洋洒洒28点的中菲联合声明，包括前一天中菲元首高质量深入沟通的官方消息稿，菲律宾总统可以说此行交出了答卷，那就是他在和习近平会见时所着力强调的，中国是菲律宾最强劲的合作伙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菲中友谊的延续和发展。我认为这也是对马克思广交友不树敌外交路线做出的再一次的强有力的宣示再确认。
那么您对中非这一共识如何评估？这对南海态势又意味着什么？菲律宾总统在开启新年首访之前就在国内特别强调说，南海问题不是非中关系的全部。我注意到在中非联合声明的第13点，也有这样一个专门表述，两国元首就南海局势深入坦诚交换意见，强调南海争议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同意妥善管控分歧。所以这也是两位元首的共识，是两个南海域内国家的共同的意愿。我个人认为，马克思行前这一番强调，既是说给国内一部分所谓南海强硬派听的，也是在说给域外势力、说给外媒在听。那么在这些个带有自身强动机的域外势力眼里，在唯恐南海不兴风起浪的西方舆论眼里，他们都巴不得南海成为中非关系的全部，甚至在刻意塑造这样一个刻板认知。美联社3日发自马尼拉的电稿就用了这样一个标题，说 Philippines Marcos Jr. head to China amid sea disputes。 马克思是在海上争议声中前往中国的。如果细读中非联合声明，梳理两国元首与具体的这个会谈与具体的访问成果，我对中非尽早重启海上油气开发磋商，并在可见的将来取得突破，是持乐观态度的。首先，当然这是中非元首的高层共识与意愿，尤其是对中非关系整体与局部之变的共识性的判断。那么这对两国管控南海分歧、和平解决争议至关重要。其次，中非管控分歧的这种机制性的安排也正在落地成型。联合声明的第14条与第15条特别值得关注。前者确认两国外交部的海洋司要建立直接的沟通机制，后者确认两国同意尽早召开海警会议，并且适时举行年度防务安全对话。那么如果中非的外交与防务部门的沟通对话常态化、机制化，这无疑是中非两国管控南海分歧、稳定双边关系的重要成果，也是增进互信、减少误判的系统性与机制性的努力。那么类似的机制建立并且能够有效运行的话，当然会为双边开启南海油气合作创造有利氛围，甚至带来极大的一个助力。当然了，也必须要指出，南海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无需回避。南海议程并不单纯只是中国与其他域内国家的双边问题，域外国家的搅局努力从来就没有停过手，甚至有变本加厉、集体挑动的势头。比如美军印太司令部上周就恶人先告状，公开炒作所谓中美军机南海危险接近事件，直到南部战区发布相关视频，美军抵近侦察，大搞单边挑衅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美国把南海视作是推进自身印太战略、拉小圈子搞围堵对抗的一个重要的抓手。美国在南海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也一直在持续进行。也因此，中非能否尽早重启油气开发磋商，以及能否谈出成果，那么很大程度上要看中非两国能否排除第三方的干扰。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1月4号，外交部长秦刚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稳定的中美关系攸关我们星球的前途命运》的署名文章。这也是去年12月底他在美国《外交利益》杂志发文以来第2次在美国主流媒体撰文阐述中美关系。接下来，秦刚回国后将在北京接待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因此秦刚的告别秀也格外受到美国社会的关注。在《华盛顿邮报》的署名文章中，秦刚开篇引述美国诗人艾略特的话说：“终点即是我们的起点。”他表示自己于本周离开美国，开始人生新征程。然而，时时萦绕在脑海里的仍然是在美工作生活的幅幅画面。秦刚回顾自己在美500多天的点点滴滴，表示自己走访了美国22个州，发现了华盛顿之外不一样的美国。他表示自己坚信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上，并相信中美关系也终将回归正途，并不断前行。秦刚形容驻美经历是我作为一名外交官的难忘记忆，也将是我一生的宝贵财富。在新的岗位上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仍将是我的重要使命之一。
秦刚表示，在他赴中国驻美大使之时，中美关系面临复杂困难局面，两国对话交流机制几乎全部中断停摆，中国企业被无理制裁打压，加上疫情的影响，双方人文交流受到严重阻碍。中国常被视为美最严峻竞争者。秦刚强调，我也坚信，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心胸宽广、勤劳友善的人民。而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和我们星球的前途命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刘飞涛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表示，秦刚通过这2篇文章向外传递出的关键信号就是事在人为。尽管中美关系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但是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我们仍然能够期待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轨道。在这个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他是如此以此为目标进行工作的。同时呢，他也是表达了一种个人的这种愿望吧，在出任新一任中国外长之后，也会愿意继续为推动中美关系重归健康稳定轨道做出新的努力。外界注意到，秦刚此次投书《华盛顿邮报》，实际上月底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题为《中国的世界观》一文后，短短10天内第2次在美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刊登署名文章。《华盛顿邮报》是美国最具影响力与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在美国受众广泛。而国家利益杂志是美国一本政治外交性杂志，作者多为外交官、智库或各国大使。深圳卫视注意到，在任中国驻美大使的约1年半期间，秦刚曾多次在这2家媒体发文，阐释中方内外政策与立场，善于利用当地有影响力的媒体来进行公共外交，被美国舆论认为是秦刚的一大特点。Well, one thing, he is much more articulate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He has probably been very much more attuned with connecting and articulating position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the exposure to very much more of over a longer period to the Western diplomatic scene will make him a lot more, I suppose, easy in dealing with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秦刚透露，本周就将回国履新。元旦当天，他在与美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时，就表示期待与布林肯继续保持密切工作关系，推动中美关系改善发展。美方也对此予以正面肯定。We fully expect that Secretary Blinken will have a number of opportunities in the coming weeks and months to speak to Qin Gang as foreign minister, to see Qin Gang. We expect in the PRC in the coming weeks as well. 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认为，秦刚出任外长，使他成为继李肇星、杨洁篪之后又一位中国驻美大使升任外长，凸显中国高层对中美关系的重视。美国政治网站引述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前白宫中国主任何瑞恩的话说，秦刚在美国的经历可能对他担任外交部长产生注意，因为在美期间，他广泛接触了美国各行各业各界人士。美国政治网站还留意到，在秦刚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期间，积极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多次就涉台、涉疆等问题发声。舆论形容他对西方国家的反击直截了当，时间并没有磨平秦刚锋利的棱角。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深圳卫视注意到，秦刚在驻美期间多次就台湾问题发声，向美国社会澄清，指出台海局势紧张不是中方打破现状，而是台独势力和外部势力勾连，不断挑战一个中国现状。美国人一直强调要为中美关系安装护栏，这个就是我们为这个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安装的这个不可逾越的这个，也就是说是护栏，越过了这个护栏就是越界的行为。秦刚回国后将在北京接待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事实上，自去年中美两国元首在印尼巴厘岛会晤后，美国方面就不断释放美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华的消息。但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在涉华方面的消极动作不断。除了在新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大肆打台湾牌，美国政府还变本加厉对中国高科技领域进行打压，甚至操弄一度平息的 TikTok 议题。考虑到就是新的一年2023年，拜登在这个基于中期选举获得还算满意的这国内政治基础的这个基础上，他在这个外交政策上呢，主动权
可能会进一步加大。也就是说，在对华合作上面，它可操作的空间可能稍微比过去1年呢会大一些。在未来1年中，是中美关系还会沿着这种激烈竞争，再加上有限的这种接触啊、合作啊等一种交错并立，这种趋势呢是一种复杂状态，但它同时是复杂状态前提下的一个基本稳定的一种态势。日本自卫队扩充军力的动作接连不断，将新建2艘2万吨级导弹防御舰，还准备再造2艘最新型配备宙斯盾系统的导弹驱逐舰，将使其拥有的美制宙斯盾战舰总数增加到12艘。这意味日本将拥有的宙斯盾战舰在规模和性能上都成为亚洲第一。除了规模庞大，日本还计划对这些宙斯盾驱逐舰进行全面升级，增配中远程导弹，并预留高超音速武器的配置空间。日本将新建2艘2万吨级超级战舰，号称专门负责导弹防御任务，以替代被取消的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2020年，日本防卫省在犹豫多年后，决定停止建造陆基宙斯盾系统。时任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就表示，将建造宙斯盾战舰来代替陆基宙斯盾系统。陆基宙斯盾是安倍2017年提出的重点项目，但进展颇为不顺。有日本媒体披露，日方最终取消订购陆基宙斯盾的原因是美方不断提高报价，从800亿日元涨价至1800亿日元。而且有军事专家评估认为，陆基宙斯盾的技术并不成熟。新宙斯盾舰的排水量令日本舆论感到意外。据悉，新舰预计长约210米，宽小于40米，满载排水量可能高达2.6万吨，与日本自卫队目前最大的出云基本相当。如果方案实施，将成为自卫队排水量最大的非直通甲板主力战舰。日本朝日新闻指出，海上自卫队这次宣布建造的2艘2万吨级宙斯盾舰堪比出云级，甚至有自卫队内部人员将其称之为令和版大和舰，后者排水量超7万吨，是史上最大型的战列舰。有日本媒体质疑，防卫省建造如此巨舰是对标中国的055万吨大驱。日本防卫省则解释称，新舰将沿用陆基宙斯盾系统 SPY-7 雷达，它比目前宙斯盾战舰使用的 SPY-1D 系列雷达更重，为使重心平衡，需要加大船体，而且新舰主要用于长时间海上反导警戒，大型化有利于减轻海上摇摆以及增加自持力时间。日本报道称，新舰船员预计为110人，主要装备垂直发射的反导拦截弹，包括标准3 Block 2A 导弹和标准6系列导弹。另据日本媒体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内省并未列明预算细节，但相关总额高达9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70亿元。预计第1艘于2027年度末服役，第2艘于2028年度末服役。外界分析普遍认为，这2艘超大排水量的导弹防御舰预留了搭载高超音速武器的空间，未来将采用一南一北的方案进行部署，以求达到覆盖全境的防卫预警能力。那么从这个功能来看的话，它的导弹防御舰已经不仅仅是防了，而且特别突出了攻，因为它的很多导弹是可以对舰艇和陆地进行攻击的，所以它是属于攻防一体的超大型的水面舰艇。根据日本安保3个文件，日本发展超远型的这种攻防一体的大排水量的这种导弹防御舰，应该说对周边安全产生的影响，应该是说负面的是非常明确的。值得指出的是，日本防卫省早就明确，宙斯盾系统是日本导弹防御体系的核心，以实现美日作战和指挥系统的信息化共享。在美军的战略反导杀伤链中，日本宙斯盾舰执行瞄准、交战任务，其他发现、定位、跟踪和评估环节仍由美军承担。美日反导武器装备已基本实现互联互通互操作，具有实战化意义。去年11月16号至19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太平洋夏威夷群岛附近海域举行弹道导弹防御实弹射击演习。演习期间，在美国导弹防御局的技术支持下，日本2艘摩耶级
驱逐舰摩耶号和羽黑号先后发射2枚反导拦截弹，其中1枚标准3 2A 拦截弹成功对从太平洋靶场发射的靶弹在大气层外实施拦截，标志着日本海上自卫队初步具备中远程洲际弹道导弹拦截能力。此外，美国海军情报网站还披露，除了2艘2.6万吨级的超级战舰，日本还计划建造另外2艘宙斯盾舰，使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的美制宙斯盾战舰总数从目前的8艘增加到12艘。这也意味着日本将拥有亚洲规模最庞大、性能最先进的宙斯盾舰队，甚至超过了驻日本的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9艘，比将接受第6艘宙斯盾舰的韩国海军多1倍。日本防卫省还拿中国威胁论说事，宣称考虑到未来与中国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有必要增加宙斯盾驱逐舰的数量，以保护舰队免受中国反舰导弹的袭击。除了规模庞大，日本还计划对这些宙斯盾驱逐舰进行全面升级，继续强化防空和反导能力。日本在2023财年的防务预算包括了采购美制标准6拦截导弹的资金，该导弹将作为未来日本宙斯盾驱逐舰上的主力武器。美军称，标准6是美国海军唯一在理论上具备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潜力的武器。此前，美海军已用标准6导弹在模拟测试中拦截过高超音速导弹，但还从未进行过实际拦截。经过2天共6轮的投票，美国众议院议长竞选仍难产。美国内舆论形容这是100年未有的现象。即便是在前总统特朗普的呼吁和背书下，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仍然冲击议长职位失败，反映了美国政治背后什么问题？麦卡锡为何在共和党内不受待见？他又能否最终当选众议长？来看看报道。A speaker has not been elected. 1月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在国会众议长竞选第6轮的投票中，以201票的投票结果再次落败。民主党籍众议员杰弗里斯以212票的投票结果再一次占据最多票数。按照规定，麦卡锡需要获得美国国会众议院简单多数席位支持，也就是218张支持票就能当选众议长。按理来说，共和党拥有222席位，麦卡锡当选不是难题。但令舆论大跌眼镜的是，他卡在了自己人的手中，而且共和党2天6轮投票都未能达成共识，令麦卡锡颜面大失。还有共和党人借机挑衅麦卡锡。I rise today to nominate Byron Donalds, my friend, Kevin McCarthy, that, sir, you do not have the votes and it's time to withdraw. 继续投票已经没有意义。僵局6轮过后，众议院选择暂时休会，闭门寻求解决方案。分析认为，这实际上意味着共和党不得不重新分配利益。There's some moderates, there's some traditional conservative, and then there are those on the far right of that party, some of the more recent members who are part of the Freedom Caucus, and these are the people that McCarthy,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has tried to get to come into the fold. And right now, it seems that that has not worked. 实际上，麦卡锡的最大隐形政敌是特朗普，但面对共和党罕见大分歧，4号，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呼吁共和党人支持麦卡锡。他要求共和党人不要把一次伟大的胜利变成一个巨大而尴尬的失败。然而，当天的投票中，麦卡锡还是失败了。Trump would always be incredibly popular with the base. And now what you're seeing is, I talked to an ally of Donald Trump on Capitol Hill who said that the former president is calling some of these 20, and he doesn't have the juice anymore. That he doesn't have the power anymore to actually give Kevin McCarthy the speakership. 在国会摸爬滚打16年的麦卡锡被认为长袖善舞，是目前的众议院共和党领袖。但《华盛顿邮报》文章指出，正是麦卡锡过于圆滑，才导致他实际上并不怎么受人待见。实际上，麦卡锡被美国舆论称作变色龙。刚进入国会时就热衷于拉关系，致力于和同事套近乎，牢记他们配偶、孩子的姓名和生日，更时常在国会健身房等非工作场合创造偶遇，与同事攀谈交心。就连共和党内的竞争对手都不禁慨叹，麦卡锡算得上是一名人际关系大师。然而，麦卡锡凭借这些手段也打造出一个尴尬的人设，受欢迎却不受爱戴，更不具备作为政治领袖的威严。在一些资深共和党议员看来，麦卡锡本质上就是个没立场、没有实质性的政策理念，只是喜欢玩弄权术的政客。
值得一提的是，麦卡锡与特朗普的相爱相杀，也揭示了麦卡锡作为政治投机分子的一面被特朗普识破。然而，麦卡锡很快发现，当时众议院内仍有130多名共和党议员相信特朗普有关大选结果的说法，于是他对特朗普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骚乱事件发生后不到1个月，麦卡锡高调现身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亲切合影。国际舆论感慨，美国一夜回到100年前，呈现出美国政治体制弊病扩散和加重的乱象。今年之际，盖洛普民调显示，在政治仇恨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超90%美国人预计2023年会出现政治冲突。还有一项调查显示，超70%美国人不认可国会工作表现。有观察认为，民调反映出美国社会对国内政治极其普遍的失望情绪，同时也显示出美国的对抗民主已经发展到晚期，并导致它困于否决政治的茧壳中，丧失革新动能，未来会更加激进。这样的一个美国对世界而言是危险的。美国总统拜登4号在被问及其针对议长之争的看法时表示，这让美国难堪。That's not my problem. I just think it's a little embarrassing it's taking so long in the way they're dealing with one another.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s looking. They're looking at, can we get our act together? 如果议长迟迟无法产生，那么势必会让美国现在我们看到的党争导致的这种就是所否决政治进一步的加剧，同时也会让美国很多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无法得到及时的有效的应对，那么也势必会对美国总体的国力，当然还包括它的国际形象会造成进一步的冲击。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在选出议长前，众议院其他议程都无法进行。这意味着本届国会新会期以来，众议院一直处于停摆状态。但麦卡锡本人的强硬言论也受到外界高度关注。舆论认为，他或将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不确定性因素。麦卡锡曾多次扬言，一旦当选众议长，绝不会允许拜登政府对中国袖手旁观，将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对待中国。另一方面，麦卡锡早就宣布要启动的中国特别委员会，也因议长未能选出而暂时无法落地。此外，麦卡锡还操弄台湾问题。他此前声称，规划在1月中旬众议院休假期间窜访台湾。分析认为，为反而反的麦卡锡意图是破坏国务卿布林肯的访华，以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但有观察警告，美国会众议长出炉的时间拖得越长，反而对中美关系的缓和更加不利。因为目前麦卡锡正在与党内的反对者们进行紧张的谈判，在一番政治利益交换之后，结果仍然是麦卡锡当选，那么他的极端言行可能变本加厉。麦卡锡就算是没有当上议长，那么势必国会还会产生一位议长，而这个议长的话，整个现在国会，尤其共和党内部的氛围之下的话，势必在对华问题上是非常强硬的，对华政策走向更加的极端和更加的非理性。我个人认为不一定是一个好消息，尤其对于中美关系而言。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共和党虽然在众议院占据了多数席位，但麦卡锡在竞选议长的时候，却历经6轮投票都始终无法获得过半数议员支持。您觉得这背后的原因在哪里？我个人倾向于认为，麦卡锡竞选美国众议院议长一职之所以会出现难产现象，主要是因为特朗普余毒后遗症发作的结果。首先，麦卡锡得票不够，表面上看来，其直接原因是共和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也就是有接近20位共和党籍众议员拒绝投票给麦卡锡，但是往深一层来看，他也跟共和党在不久前结束的美国中期选举中未能获得大胜密切相关。正是因为共和党在众议院只获得了222席，比218席的过半数票数仅仅多出了4席，才导致了麦卡锡的不堪一击。只要有区区几个共和党籍议员不肯配合，麦卡锡就当选不了。而共和党在这次中期选举中结果不理想，根源又在于始终都在操控共和党的特朗普卷入了一系列的弊案。其次，这次带头挑起共和党分裂，照麦卡锡反的近20位强硬保守派，大多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他们反对麦卡锡的理由之一，就是因为麦卡锡不仅对民主党不够强硬，而且支持特朗普不够坚决彻底，尤其是在2021年国会骚乱事件中立场不坚定，
曾经批评过特朗普。因此，虽然事后特朗普从大局出发，号召强硬保守派议员并继前嫌投票给麦卡锡，但这些强硬保守派议员仍然不为所动。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特朗普对共和党的操纵能力正在弱化。那美国众议院议长选举难产事件，接下来又会对共和党以及美国国内的政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很显然，麦卡锡竞选众议院议长难产事件是共和党内的极端强硬派，或者说是极端保守派，企图操控与绑架整个共和党的结果。而在事实上，这些年来，共和党在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乃至价值观念层面的强硬与保守主张，已经逐渐背离了美国的主流民意，背离了美国社会越来越走向开放的大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内的极端保守派仍然企图通过绑架共和党来绑架整个美国社会。这不仅会让共和党的政治理念越来越偏离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让共和党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越来越被边缘化。上次特朗普竞选连任失败，以及共和党并没有如外界预期的那样赢得本次中期选举，就是美国社会为其敲响的警钟。而且这种现象进一步发展下去，还极有可能导致共和党事实上的分裂，也就是分裂为极端保守派和温和派两个派别。而共和党不再作为一个团结与完整的政党存在，这将会在相当程度上分化瓦解美国奉行了200多年的民主与共和两党轮流执政的传统政治生态。那在您看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难产事件将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场呢？我认为在麦卡锡竞选众议院议长难产事件当中，有几个东西还是可以基本确定的。第一个是，虽然共和党内部的极端保守派与温和派之争斗得死去活来，但是基于肉烂在锅里的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原则，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员还是不会投票给民主党的众议院议长候选人，不可能让民主党渔翁得利。第二，虽然有些共和党的温和派希望跟民主党人合作，让民主党籍的众议员帮助投票给麦卡锡，以让麦卡锡顺利当选，但是基于同样的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原则，民主党也不会帮共和党这个忙，因为共和党越是窝里斗，越是对民主党有利。第三，尽管遇到了党内极端保守议员的造反，麦卡锡本人应该也不会退选，而是会坚持参选，直到取得胜利为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有可能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向被舆论视为机会主义者的麦卡锡进一步向党内的极端保守派议员妥协，并与之勾兑，把众议院下属的几个关键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分配给这些人。如此一来，麦卡锡跟这些极端保守派议员就各有所得，麦卡锡赢得了梦寐以求的众议院议长宝座，而那些极端保守派议员则可以通过分赃的方式得以控制美国的众议院。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